凤姐，你的咖啡在桌上了，你可以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进去。可以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他在路上了。他是不会迟到的人，他非常准时的。来，今天的这个朋友，今天这个嘉宾哦，他也跟你一样是个名嘴。抿嘴。你知道像我们很多嘉宾很怕哦，来节目上会哭哦。他可能是会哭的，然后他也很爱大笑。我们常常有一个常常在讲一件事，就是只要他我钟情在一起，整栋大厦，我们一开始笑，整栋大厦会发抖，这样的笑法。所以看他今天会泪洒现场，还是会笑得整栋大厦颤抖这样。期待他来。他今天喜欢吃什么呢？他喜欢吃泰国菜。有哇，泰国菜就是这种正宗的。我们把菜上好，碗碟放好，等他来。全听你说。Hello，噔噔噔噔噔，来啦，包包放外面，进来，我在等你开饭。你有化妆吗？你没化？哎呀，真巧，我今天也没化妆，真是的。真的没化妆，皮肤这么好。都说我今天不要化了，就化一点点，睫毛都真的。可是你本来就美啊。当然，我每年花那么多钱装修。我们的这一道菜是这些菜是为你准备的泰式菜肴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炸蛋。炸蛋，哎，我们真的来吃一点。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开工的好处就是，光凭艺人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就从你们就 order 什么？我觉得真的好，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哎，你说真的，今天你要上这个节目，你是什么样的想法？我真的，因为是跟你，所以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说骗话。哎，这个真的对了，你会有点担心担忧吗？不会嘞。真的哈，你看强咖就是这样，主持咖这样，你活在这个圈子，如果特别透彻的话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因为我就是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 嘛。可是从这个节目之后，可能不一定了呢。什么叫不一定？就是当你要超级红星了，上超级红星，可能你会变得更真实的你自己，要不然许正荣不会忽然去骂人。说真的，因为你是今年就是毕业典礼啊，明年是超级红星，也就是说等于结束了，那种心态是怎么样？啊，我没有觉得，我觉得还没有结束哎。你一定要等到还没有到那一天，我都觉得还没有结束。OK， 那你拿到第10座满贯那一天，又是最后一个，没有啦，第8个。紧张吗？紧张吗？哇，我差一点我的性别都变了。性别都变了，吓到这个样子。是因为我在想，哇，陈大哥出来啊，后来建斌大哥也出来，是哇，糟糕了。然后呢，史汉伟呢，他在台下，我看住他看住我，他跟我讲嘞，他的嘴型，哇，我跟你讲啊，哇，我心里其实很忐忑，我在想 ，OK，I'm ready to， 我没有拿到。然后 Ella 讲了那句话，这个人我认识哦，我就哇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哦，她是个很有名的阿姨 ，OK， 有谁扮阿姨扮得比我好 ？OK， 他怎么知道你扮阿姨？因为当年安迪鲁西红到我们地铁的那个 Circle Line 开幕，是 SHE 跟安迪鲁西一起为 Circle Line 开幕，我就想应该就是我啦。刹那间终于如释重负了，就很开心。我后来有问那个负责排名的人，嘉怡，对，呀，然后他说，哦，我本来要放你在最后一位，我怕你晕倒。葛平哥应该可以 take it， 所以我就放他最后一个，我放你第8个了。还是要恭喜你哦，顺利的毕业了。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你看连国外艺人都认识的是 Auntie Lucy， 就是重庆的演艺事业真正的一路开挂，从 Auntie Lucy 开始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是哦，我跟你说，从我家走到 MRT 大概要5到10分钟的时间，我曾经那5到10分钟的时间停下来8次。重庆，哎，跟我 selfie 嘞 ，selfie 拍张照。艺人，我常跟怡凤
讲到这个东西，因为当艺人辛苦在哪里？你在街上啊，你的底裤被卡了，你都我们有演过嘞，我可以演一下吗？我们一起演，你也演。哎，好不好 ？All right man， 其实 All right man， 你是希望他可以这样，你这样甩一下，你希望他可以弹出来，可是没有。哎，怎么样，一梦好吗？对。OK， 到你了，到你卡。然后我就这样，哦，等一下我要进场了。你有一次还更夸张，好嘛？你上一次还这样，哎，对啊，哎。很辛苦当艺人，你在街上你真的卡住，你真的必须要这么做，要有技巧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私底下，这个是人。哎呀，是的，我们开始了，来，我们来讲一下。所以那个时候安迪卢西的爆红，我很想知道，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去面对的那一届，他爆红的程度还到怎么样的一个夸张境界？我记得我1个星期里面要做3场 outdoor show， 哦咦，然后1个月我至少有10场，多到这样。所以你初尝到真的是爆红的滋味，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哇，我只记得我们还在拍《女王本色》，然后我们在那边吃，我忘了是哪一个摄影师，他就你在报纸的前面呢，我就真的你在报纸的前面，然后我跟小林2个就跑去报摊，我真的看到了报纸的封面，安迪卢西红了周重庆，我拿着那个报纸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。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过被赞美在封面，从来没有。10多年前我在乌敏岛跌倒，上封面，周重庆毁容，我的第一次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安迪卢西，没有。OK 啊，我是在跌倒啊，然后那个照片是我这样。我记得在医院被吊着那样子，然后去看你。后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封面，哇！我跟你说，那种高兴其实是感动多一点，因为连媒体都觉得你红。被大家认可，人气也开始旺了，你都可以感觉得到。可是你不止如此，因为你在这个里头扮演了很多很多的角色，非常千变万化。来看一下你在《女王本色》的时候，曾经扮演过多少个角色？是我的妈帮我剪的。他除了喜欢帮我剪头发，他还喜欢向我丢东西。你们到底是要怎样？我们又没有去偷，又没有去抢，为什么你们这样子打扰我们？你看我老人家，你欺负我哈，我抓你去这个桥东怒汉我也见。我很喜欢安迪啊，我好喜欢他。我是女孩，我都还没有结婚。最近呢，很多人看到我都说，安迪卢西你好红哦，明年呢你一定会入围那个红星大奖。你们不要随便乱讲，我拿奖我也不敢上台拿奖的，我跟你讲，算不了信。哎呀，多精彩呀！你看一下，安迪卢西几年啦？2009年到现在。安迪卢西之后，就是你人生第一次上台。最受肯定，拿到的第一座什么奖？最受欢迎男艺人。是女艺人还是男艺人？你知道我是第1位男艺人入围你最喜爱的女角色。我当年入围了好几个最喜爱的男角色、女角色，飞跃奖，第1年的飞跃奖，还有最受欢迎男艺人。然后第1场，就是这3个都在第1场。我杠归，是，你是被认可了，真的是他心目中的得奖者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很失望，因为坦白这句话没毛病，我很失望，我喜欢。我在想 ，OK 啦，这就是一个颁奖礼，我都已经有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？后来我就带着非常快乐的心情去出席第2场，所以第2场当我的名字被念出的时候，真的很开心。然后我那时候告诉自己，够了。1座就够了，可是你拿到第2、第3座的时候，你就会，还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你当年第1年得奖的时候的致谢词的那份喜悦跟那份荣耀。恭喜我的好兄弟周重庆！第1次哦，上台了，终于上台了。今年的努力，以安迪卢西的角色获得了观众的认同。你终于上台了，重庆！大家都为你站起来鼓掌。你看，
这种朋友为你嗯，鼓励啊，很感动。在后面的这群人当中，我将会是最矮小的，可是我人小志气大。我13岁开始演教育电视，这是我24年来第一个电视方面的奖项，谢谢大家。所以啊、你在安迪卢西那时候爆红，你看全世界人为你掌声，站起来，觉得你值得被肯定了。在爆红以外，就是你面对其他的人与事，像这些同事，一定有人会觉得说，酸言酸语啊。我发现安迪卢西之前，我朋友很多；安迪卢西之后，我朋友少了。有一次，我在旧的电视台 Caldecott Hill 的时候，我下了班，然后我要回家，我就看到有一个同事迎面而来，他是一个长官就对了。对，就响当当的一个人物，然后就帮他挡着那个门，我就抓着那门把，morning，然后呢他就走了进来，啊，是你呀，安迪卢西，妖里妖气，一看就讨厌，他就走掉了。你傻不傻？你傻了吗？我这样握着那个门把，我看着他，我在想哦，一个人哦，可以这样讲另外一个人，他真的觉得自己登峰造极了。说得好。所以我当下很伤心，为什么这样？然后在爆红的时候，也除了代言以外，一定有很多杂志报章要找你去拍摄，这些东西顺利吗？哇，有一天，我们就是新加坡一本杂志。这本杂志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要你扮成安迪卢西，要你去 market 做一个 survey， 看看是不是很多人看到你会很开心。”哇，你知道那些 uncle auntie 看到安迪卢西啊，什么都是 free 的，你要鲳鱼啊，来给你，你要什么菜都给你。哇，就拍了很多照片。后来记者，我的恩人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要跟你说，我们决定让你上封面。”然后我就看着他，真的。说我人生的第一个封面，他说对呀，而且是你一个人哦。后来我就上了那个封面，凌晨5点多钟，我走去报摊，看到他们把那个杂志一本本搬到。Oh my god！ 为了要看自己的封面出版，你摸黑出去看？没有过，因为从来没有过，不敢相信。可是安迪卢西的这个角色，就到了一段时间，忽然间不见了。为什么再也不出来了？碰到什么事情？那个时候反串风很旺，可能这样子的一股风潮，社会不太能够接受。极端的两派，爱你要死，然后不喜欢的就开始。是，我也了解，所以就有一批人就来探讨说，反串需要吗？当然，大多数人会觉得不需要啊。可是我不明白，我觉得新加坡太保守，为什么不需要？你不要忘记啊。从古时候就已经男生演花旦了，所以反串也是一种表演。你觉得容易吗？它不容易啊。是我给一个角色生命力，可是就是因为这一批人觉得不需要了，所以后来他的戏都少了，就是几乎整个就断绝了所有安迪卢西该出场的机会，没了。突然之间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演艺圈不能接受，不是说不能接受，有些人反对，男扮女装，他在一定的道义上是说怕丑化女性，但是安迪卢西应该是没有。我觉得自己在这么多的艺人扮演就是反串方面，我觉得我自己还真的蛮像的呀。你说到美。也真的蛮美的，也真的蛮美的，五官很精致，脸小小的。你现在这样看我，如果你想象我有长头发，我看起来其实蛮像潘玲玲。你完了！那我要像洪慧芳吗？我整头白发。重庆是一个非常天才型的演员，因为他从小就爱演，然后也会演，也能说善道。你是为了要演戏
什么都肯牺牲，什么都肯做。我14岁的时候就参与舞台剧嘛，这是新加坡艺联剧团。这张照片就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。对，1987年《等待黑暗》那一年就被郭宝坤大师看到我，然后他就把我拉去实践，演了新加坡的第一部音乐剧，叫《豆蔻镇的强盗》。那年我15岁，1988年。挺有才华。其实你的才华在很年轻、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看到，而且你很努力的在争取。而且前辈们都说，哇，这小朋友厉害，能演、能说、能唱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，哇，这个以后长大了，你看他脚长长的、瘦瘦长长的，以后一定高大，样子也可以。哇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讲打篮球可以让自己变高，骗人的，没有这回事。我打了多少年的篮球，我后来什么球我都尝试，我还去跳绳。你知道我跳绳多厉害吗？我跳到你可以听到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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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多么会跳绳，我就以为会长高。我没有长高，我没有高到。讲到身高你就激动了，我很生气。看我中医，感觉会高大威猛，对，腿好长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大人们没有错，错在我。然后呢，你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在语言方面就被发掘？哇，我记得小学的时候，每一次老师就来你上来读课本，然后我又矮就安排坐在第一排嘛。你手举多高，老师都看远，都看不到你。到了小学4年级，有一天我的华文老师走进来，今天我要用特别的方式让你们来朗读，我从点名簿里头来找，这位 OK，register number 37号周重庆。我站了起来，我拿着课本，全班很吵，每个人噼在讲话。我开始朗读，全班鸦雀无声。顿时我觉得全班的灯光都暗了，一盏 spotlight 就这样照着我，我就是那天的那场戏的主角。我好像在演一个舞台剧，在演一个音乐剧。从小就 drama 了，你知道吗？很 drama，就在开始很 drama， 乱幻想了。是我朗读完了之后，我只记得老师讲了这样一句话：哇，我怎么现在才看到你啊？后来什么讲故事比赛、朗诵比赛都是周重庆。我以前就懂得在台上，因为我看其他同学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天哪，我绝对不可以这样。校长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这个是我绝对不会做的。当年我一上去，我记得我5年级就要演讲比赛，我一上台我就，大家好，我是重庆，在台上很从容的把我的演讲稿讲完，讲完之后，谢谢，带着微笑。这样算是朗诵吗？朗诵的时候当然会有点夸张。朗诵你是怎么来？你这个是演讲，刚的是演讲。是朗诵是无情的钟声响了，也是很从容不迫的把它朗诵完。我不会无情的钟声响了，我不会这样，我不可以。是，而且我会一直对着镜子看哪一个表情是对，所以我小时候就懂得表情管理。你的童年就是非常人见人爱，然后又长得五官非常标致、聪明，然后大方大胆的一个小孩。我以为是这样，后来你知道，我最近跟我的小学同学出去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哎，重庆，你知道你小时候很多人嫉妒你，是会讨厌你的，很多人讨厌你，呀，因为你很厉害。”肯定啊！我刚刚都想了，你刚头上那一盏朗诵完，头上一盏灯是你自己又陷入 drama 的想法。旁边的同学如果是我就拿鞋这样，就丢过去了，撒播我们。我其实那时候在电视台看到了重庆啊，我觉得你不是很快乐的。因为我要的东西拿不到啊。我就是感觉到这一点。你虽然一直带给人家快乐，看到你就知道我们会开玩笑啊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曾几何时在安迪鲁西爆红之前啊，我看到的你是笑脸，但是你的眼睛有很多的防备。因为我怕得罪人，我怕得罪人，我就没有机会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往，就是我到电台主持的时候，一有空我就会往戏剧组跑。综艺组跑，就跟大家怎么样？大家看到你。对，所以人家会觉得哇，就是不懂的人，不懂我的人，曾经觉得我虚荣的，我觉得你们误会了。你从哪里听到人家说你虚荣？有啊，后来人家说你
很会婆啊，要红啊，去找关系啊。是 OK， 我不否认，我真的是，去找导演讲话，找监制讲话。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去抢夺什么角色，我只是希望他可以给我一个演戏的机会，主持的机会。但这就是演艺圈呐、有你就没有我，这角色只有一个。你看到，如果演艺圈现在我们听到有一些艺人啊，他说啊，他去找老板要角色啊，他去跟他吃饭，跟他特别好，然后就哇平步青云，多多少少在旁边人的眼里，就是他是去要来的，他是很会去交际应酬。这一行真的是很为难，你要演戏，你爱这一行，跟你去搞关系是一线之差，很难。我真的只是纯粹要演戏，我太爱演戏了，而且其实我很自信在演戏方面，我总觉得我可以胜任不同的角色。哇，你是我第一个访问嘉宾这么坦白的去面对你的欲望跟你的能力，所以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做，是你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？可是就是因为你长得个子小，然后脸就是像个小孩子，所以就很难出位。因为一直都是这样，就是一直演人家的弟弟。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去拿家里的酒这样涂在脸呢，希望自己长胡子哎。我觉得这样我会老一点，看起来成熟一点。我真的做过这些很傻的事情，想要让自己成熟一点。后来我就是来到 SBC 演戏的时候，我因为加入了那个青少年演艺训练班，就那么一届，然后我是被选中拍第一部，就是没有配音的电视剧，就是跟周初明《锦绣前程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。哎，给我停手！原来就是你这个家伙啊！是你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问你想干什么才是真的？你为什么跑到小弟的车上去自杀啊？我没有，我还说没有。那天你披了我的外套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以为我去自杀了。走，跟我到警察局去解释清楚。不要抓我去警察局，让我爸爸知道他会打死我的。还怕死？那不是更好？反正你又想死的嘛。哎呀，那天我糊里糊涂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。我求求你啊，不要抓我去警察局啊！你为角色有增添了一些人物小动作跟一些，就一直他是戴眼镜嘛，然后傻傻就一直会皱眉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加进去的，自己加进去。你觉得每一个角色你拿来，你都会自己？我都会。不，即便再小的角色，你都会去做这样的揣摩跟寻常。对，好像我演女王本色嘛，每一个都是小角色，可是每一个我都要为她设计。有一个角色我很喜欢的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叫周嘟嘟，就是没讲两句话就OK， 我好喜欢，我很喜欢那个潮州怒汉抓你进猪笼了，跟你说啊，开玩笑，那个是我学陈大哥的。你看你的每一个角色，我们随便一呼就起来了。其实那个角色的寿命不长，没有安蒂卢西的爆红，但是我们印象都深刻。你做了这么多之后，有没有人曾经给你很正面的鼓励，让你很感动的一些话？我有一次我演一个小角色了，在一部戏里面，我忘了是哪一部戏了。然后那部戏里头是我必须拿着一个公事包，从那个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。只是拍我一个走路的镜头，他是个心术不正的一个人物，然后我觉得心术不正，他一定有他非常诡异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连他走路的方法我都是就是有点轻浮。我演完那个镜头之后，那个导演，他就过来，你浑身都是戏，哇，好棒的鼓励的话。他说你连走路你都在设计吧，我看得到。所以我很感动，他看得到我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么多个身份啊，有舞台剧演员、主持、唱歌、广播、撰稿，哇，6、7种身份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哇，我其实最喜欢演戏。我当然最喜欢的角色是安蒂卢西，不是因为他让更多人认识，是因为他很过瘾。是。然后王顺峰118，对，每次是新年要到的时候，我一想到贺新年这首歌，我就很sad。里面也有一段歌词，
回首往事，如烟痛苦心酸。你看是不是很 sad？当年我演了118之后，就有这样的一个比赛，袁树伟先生就要让我参赛，但是名额都满了，所以他就找到了最佳喜剧让我参与。可是他也觉得很难，所以他还是漏夜帮我剪了那个片段，然后寄过去，结果我入围了。然后袁树伟先生还陪我一起出席那个颁奖礼，因为他长得你认识他，他长得蛮好看的，我跟在后面啊。周荣庆什么？这是随从吗？哎呀，哇，就好直接哦。这随从吗？不是，他才是啊，他是周重庆啊。然后就，hello， 啊是你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安排我住在一个套房，然后那个女生就看着我，周先生，这是我们给你安排的一个总统套房，至少如果明天晚上没得奖，你有个美丽的回忆。Oh my god！然后Paul就在我的旁边，老板就在我旁边，他也听到那一席话，安慰了我2个小时。我就哇，我看老板很难啊。然后呢，到我的那个部分，叫到我的名字，哇，我第一次看到 Paul 这么激动哎。你知道老板袁树伟他就是一个比较温文尔雅的，他就哇，好激动。所以上台领奖那一刻，你知道其中的一个委员是我们新加坡的丁美莲。美莲，对，丁美莲，她是那一届其中一个评审兼委员，是她念出我的名字的。得奖的是周重庆悠悠吧，很开心。所以那个等于算是你自己演的爽快，然后又有奖项的认同，然后也等于说是你参与最多的一个戏剧部分的表演。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点满足啦。是，然后在后台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前辈，他就得奖啦，开心啦。我说很开心，我是评审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得奖吗？因为你在戏里你讲话支支吾吾，但是我却清楚地听到你每一句台词很到位。然后我就。你是我说我是电台 DJ， 演过舞台剧吗？我说我14岁开始演舞台剧，跟电台没关系，绝对跟舞台剧有关系。这个是舞台给你的训练，回去发扬光大吧，年轻人。我想打你啊！我是演得很像，很像，你整个人上升，他在揣摩另外一个人跟他讲话，都觉得上升。我感觉到当时的 picture 了，你知道？我跟你说，我回来之后，我向电台辞职了。我妈妈就看着我，我妈妈抱着我，她跟我说对不起。那是第一次我妈妈跟我说对不起，她终于知道她冤枉了我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加料版。